兩年，各大手機廠商都開始推出佢哋最新嘅 5G 旗艦手機啦，而 Samsung 亦都唔例外啊！佢哋就喺最近推出咗 Galaxy S 系列嘅手機，同過往唔同嘅地方就係今年 Galaxy S 系列咧係分咗有3個型號嘅，分別係 Galaxy S20 啦、Galaxy S20 Plus， 最後就係 Galaxy S20 Ultra 噶。Galaxy S20 同埋 Galaxy S20 Plus 咧，其實就係對應翻2019年嘅 Galaxy S10 同埋 Galaxy S10 Plus 噶。而 Galaxy S20 Ultra 咧就係今年新推出嘅高價位旗艦手機嚟噶。今日就同大家睇一睇呢部手機啦。喺影片開始之前提醒大家，如果中意我嘅影片嘅話，俾個 like 啦。另外記得分享俾你嘅朋友，再去訂閱我嘅頻道。Galaxy S20 Ultra 嘅主要賣點包括有 5G 嘅連線啦，另外有120Hz 嘅屏幕刷新率，相機部分仲有100倍嘅 Space Zoom， 而拍片方面咧，亦都有 8K 影片嘅支援嘅。跟住咧就同大家介紹一下呢個手機嘅規格，同埋我使用7日之後嘅一啲經驗分享。先從外觀開始，喺未上手之前，我對呢部 S20 Ultra 嘅感覺咧就係好大部、好厚啦。尤其放喺 S20 或者 S20 Plus 隔離嘅時候，一比較之下就非常大部啦。但係上手之後發現呢個大細咧，其實只係比上一代大咗少少嘅啫。而喺使用上咧，我亦都唔需要更改自己嘅習慣嚟適應呢部機嘅。咁所以大細嚟講都算 OK 喎。而機背後面咧，亦都有一個好大好搶眼嘅相機模組啦，而且呢個相機模組突出嚟嘅地方咧都幾厚下㗎。相機模組上面有4個鏡頭啦，有收音咪、補光燈，仲印咗一個叫做 Space Zoom 100倍嘅字眼㗎。咁所以一睇就知道係 Galaxy S20 Ultra 㗎啦。手機正面就係一塊6.9寸嘅大螢幕，依然用咗曲面設計。但曲面明顯咧就比上一代減少咗啦，亦都係因為咁樣咧，令到部機嘅觀感厚咗一啲。屏幕嘅上方就係通話嘅聽筒，喺播放影片嘅時候咧，呢個聽筒就會同下方嘅喇叭咧組成一個立體聲輸出嘅喇叭噶啦。按鍵方面咧，亦都回到過去簡約嘅設計噶，只有電源鍵同埋音量鍵嘅啫，都係擺喺機身嘅右方，而機身嘅左邊咧就冇任何嘅掣噶啦。機身嘅上邊框就係收音咪同埋卡槽，可以放到2張 SIM 卡或者1張 SIM 卡加1張 Micro SD 卡㗎。而下方咧就係另一個收音咪啦、USB Type C 嘅接口同埋一個喇叭嘅。跟住我哋就睇一睇螢幕啦。S20 Ultra 配備咗6.9寸嘅 Dynamic AMOLED 螢幕，支援 2K 嘅解像度同埋 HDR10 Plus 嘅顯示。另外，亦都可以選擇 120Hz 嘅屏幕刷新率啦。Samsung 咧亦都將呢塊 mon 叫做 Infinity O 嘅顯示屏㗎。螢幕嘅上方只係留翻一個窿仔俾視像鏡頭用嘅啫，就唔會有其他遮擋㗎。呢個屏幕嘅亮度同埋細節表現上面咧都好出色啊！用嚟睇影片啊或者玩遊戲咧都係有頂級嘅體驗㗎。但係要留意一點啊，120Hz 嘅刷新率咧，同埋2K 嘅解像度咧，係唔可以並存嘅喎。如果要享受 120Hz 刷新率帶嚟嘅絲般幼滑嘅操縱咧，就要放棄呢個2K Plus 嘅解像度，翻去 Full HD Plus 嘅解像度㗎啦。而曲面螢幕嘅優點咧，就係令到成個手機觀感望起嚟更加薄啦，亦都可以做出更加窄嘅邊框感覺啊。但係缺點咧就係增加咗誤觸嘅機會啦，而邊位亦都有機會出現一啲光暗唔一致嘅問題㗎。今次 S20 Ultra 嘅曲面咧，明顯比過去咧就減少咗嘅。個人覺得呢個係正面嘅體驗嚟嘅。正如上面所講啦，少咗誤觸嘅機會啦，而邊位就唔會變暗啦，可以叫做同時顧及到觀感同埋手感嘅需要啦。而喺拍攝能力方面啦 ，Galaxy S20 Ultra 咧就有4個鏡頭啦，分別就係一個1200萬像素嘅超廣角鏡頭，一個1億800萬像素嘅廣角鏡啦，一個4800萬像素4倍嘅遠攝鏡，同埋一個景深鏡頭噶。
其中呢個1億800萬像素嘅主鏡頭咧，就用咗一塊1/1.33寸嘅大尺寸 sensor。咁一個大尺寸 sensor 咧，就會令到低光拍攝更加出色啦，會少啲雜訊。另外呢個1億800萬像素嘅鏡頭，亦都支援 8K 嘅影片拍攝嘅，亦都可以喺呢個 8K 嘅影片入邊咧，抽取一張3300萬像素嘅相片嘅。但係就要留意啦，只有呢個主鏡頭係支援呢個 8K 影片嘅，其他嘅超廣角鏡或者遠攝鏡咧，喺拍 8K 片嗰陣時都係用唔到噶。另外拍 8K 片嘅時候咧，亦都有 crop 嘅情況嘅，亦即係話咧會令到你拍出嚟嘅片咧唔夠廣角嘅。而遠攝鏡咧，其實係有4倍嘅光學變焦嘅，咁有10倍嘅無損變焦啦，最高可以有100倍嘅數碼變焦。個人認為咧10倍變焦內嘅成像品質咧，其實都係唔錯嘅，最高可以容忍咧，其實去到30倍啦。至於你話去到100倍嘅話咧，其實都係忘記咗佢啦。喺效能方面啦，就配備咗高通嘅 Qualcomm Snapdragon 865晶片，咁就12GB RAM、256GB 內存啊，或者512GB 內存啦，睇下你買邊個版本啦。另外呢個配備咧都可以夠你執行晒所有嘅應用啦，大量嘅多工操作啦，玩大量嘅大型遊戲咧，都絕對係冇難度嘅。加上有呢個5G 嘅連線支援啦，上網速度咧可能真係可以比 WiFi 更加快嘅。咁當然啦，亦都要配合翻網絡嘅情況啊。而且暫時嚟講咧，5G 仲未開台啊，都要去到4月頭先有得用。咁暫時睇咧，5G 喺香港最少要去到年底先有完整覆蓋噶，所以大家咧可能都可以等多一陣先考慮入手嘅。如果已經買機嘅朋友咧，亦都要等3月尾或者4月頭等多一次軟件更新咧，先可以用到 5G 服務嘅喎。喺電量方面啦，電池就係一粒5000mAh 嘅電池啊，用量嚟講真係算幾大下噶。但係考慮到 5G 咧，暫時都係一個比較新嘅技術啦，咁所以連接咗 5G 網絡之後咧，可能用電量就會高少少。但係如果用翻喺 4G 網絡上面咧，S20 Ultra 嘅電池續航力咧都非常出色㗎。另外 S20 Ultra 亦都支援咗45W嘅快充功能㗎，半個鐘咧就可以將0% 嘅手機充到70% 啦。只可惜咧跟機嘅火牛只係25W嘅啫，咁所以45火嘅快充咧都係要另外買嘅。咁另外咧，亦都支援呢個無線充電功能啦，同埋無線反充嘅功能，可以為其他嘅裝置咧進行充電嘅，例如隻 Galaxy Buds 啦，或者啲智能錶都可以噶，甚至同你另外一部電話無線充電都得噶。咁已經用咗1個禮拜啦，咁會同大家分享一下個感想嘅。另外 5G 功能咧，基本上要去到4月1號先開始可以用噶，咁所以距離個日子仲有幾日。咁到時咧會同大家報翻 5G 嘅測試㗎。咁我哋依家睇一睇呢部機嘅感想。雖然上手1個星期之後就覺得 S20 Ultra 咧就並唔預期咁興奮嘅。5G 連接8K 影片其實呢啲技術都係比較新嘅，咁所以有啲地方有待改進。但係如果你話到10倍無損變焦大 sensor 嘅相機120Hz 嘅刷新率甚至乎更加快更加準嘅超聲波指紋解鎖咧，呢啲都係一啲好紮實嘅改進嚟嘅。但係考慮到價錢其實已經係過萬蚊嘅級數手機㗎啦，加上近排嘅經濟同埋各種嘅狀況啦，咁究竟 Galaxy S20 Ultra 又可唔可以吸引到佢嘅買家呢？歡迎大家留言講講你嘅睇法。咁我今日嘅分享就嚟到呢度啦。如果中意我嘅影片嘅話，俾個 like 啦。另外記得分享俾你嘅朋友，再去訂閱我嘅頻道。咁就唔會錯過之後精彩嘅影片啦〜